要被闷死了。他倒是睡得踏实。好疼！这小子是恨我吗？腰疼，不对，是浑身都疼。说什么身上有伤口，感觉自己被骗了。不对，肯定是被骗了。你打住，不要再说了，越说我越后悔。那干脆揍我一顿吧，反正我也打不过哥。总之这次就算了。占完便宜就装委屈，太狗了。不要做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昨天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？我遇到了一些社会上的流氓，被袭击了。徐秋的话，这么形容也不算说谎。什么流氓敢明目张胆的动手？太不像话了！得通知片区的警察好好管理。哥哥不用担心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那个人已经被管教了，一段时间之内恐怕不会再见到他了。你的个性我一向知道，但这一次得罪的人非常棘手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就算你保全了老爷子的外孙，但是本家也没有要留你的意思。拿着这些钱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阵子吧。您迟到了，林先生非常不喜欢别人迟到。还有，林先生不喜欢别人抽烟，也不喜欢别人靠得太近。最重要的是，千万别动林先生碰过的物品。一个老男人这么矫情，他不会还有洁癖吧？徐先生，您是少爷送过来的人，我不清楚您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，但既然吃了少爷的人情，至少不要让少爷在林先生面前丢脸。寄人篱下嘛，我尽量。不是尽量，是必须做到。林先生身体不好，你最好不要惹他不开心，不然我保证你会比离开这里下场更惨。林先生，人到了。这不是长得挺让人兴奋的吗？难怪迷的姑姑连亲爹都不认。你已经长这么大了，你小的时候我们见过一次。有吗？完全没印象了。一般我见过的美人都躺在我的床上。我不常回来，你可以安心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。如果有需求，管家可以帮你安排干净的女孩，你自己不要出去。一旦你走出这里，就不要再回来了。毕竟这里只能保护你一时，我也不想惹麻烦。好吧。就这么被关起来也太无聊了。林默那小子把我送过来，是想要我查他爹吗？这么让人兴奋的事，你居然会停手？是谁改变了你？难道病治好了？小时候我可没少见你分尸动物，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。别装了，动物还不都是你抓来的？你只是喜欢看别人动手而已。原来一直为响尾蛇组织提供配方的是林氏的药研中心。找到自己家头上了吗？还查什么？干脆回去问你爸就好了。我跟父亲有过约定，我不能轻易回去。况且这份客户名单上的人，我还需要继续调查。不过，我可以送你过去。喂，我可不是你想使唤就使唤的人。我的手段你也是见过的，我可以杀了他们所有人，然后告诉外面的人，是你带人做掉了宋的事。你觉得，在他们眼里我更可信，还是你？还有，鉴于你没什么信用，这个人我要带走。
还真是一表三千里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我要是被抓到，说不出牧师的下落，恐怕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。想来我是被林默算计了吧？以他的性格，怎么可能一个人贸然闯到教会去？这小子追着县委蛇查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不会真的要让 H 市翻天吧？那倒是挺有意思的。真讨厌被人差事的感觉。不过，有人？我的腿好疼。林大总裁怎么一个人倒在这里？看来计划要变一变了。从你这弄到消息，还有更有意思的方法。从小就有人说我跟姑姑眉眼很像，仔细看确实有点像呢。林总裁，醉成这样的话，会不会把我看成姑姑？放手，去叫管家过来。喂，我可是溜进来的，怎么可能帮你叫人来？止疼药在抽屉里。我这个人向来经不住诱惑。徐秋，你在做什么？太放肆了！叫管家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以防万一，还是要留点东西在手上。这么漂亮，突然有点不想跟别人分享了。凶手在逃逸过程中因意外被困在密闭的隔板中窒息死亡，检方已经对案件相关人员提起诉讼，请大家放心，警方会坚定维护市民安全，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。明明是老大破的案，却是别人领功，局长还要给老大降职，真的好气哦。要不说人家是领导呢，说谎换脸不青不红呢。你们两个不要在警局门口乱说话。雷局长不追究我违规查案，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老大，你就是总替别人找借口，什么时候才能支棱起来呀？哎，不知道老大你是体贴还是傻，难怪隔壁组的都叫你小天使。下雨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雨，我担心你。咦，气氛不一样了，看来有进展啊，老大。那我们就不当电灯泡了，我们先撤了。喂，我听到他们说的了，怎么不跟他们解释？能解释的都是废话，大道理谁不清楚？说多了反而矫情。只要能破案，他们怎么说都不重要。现在对我来说，复职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我得有一个光明正大调查的身份，毕竟我答应过郑言，一定不会让他再对警察失望。无论如何，也要坚持下去。你盯着我干什么？突然想，喂，这是在大街上。感觉像做梦一样。哥终于不会推开我。我们现在是恋爱关系吧？我怎么会？上次不是还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就跑掉了？这小子还学会翻旧账了。好啦好啦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哦，对了，这个，这个是你的鞋插证明，千万不要弄丢了。我们回家吧。那是什么？醒了。
一睁眼睛就看到美人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林墨送你过来到底要干什么？原来是因为这个，我还以为是因为昨晚我们两个的事。你要是肯像喝醉的时候一样热情，我可以考虑告诉你。不要挑衅大人的底线，我不喜欢跟小孩子玩游戏。热情过头了，可以稍微欲拒还迎一点。闭嘴，不知好歹！如果不是因为你是夫人的侄子，凭你对林先生做的事，早就该死10000次了。原来你们财阀做事跟我们黑社会一样，喜欢杀人放火。我不过是跟心上人睡了一晚上，犯不着这么大动干活。心上人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这么大力气，原来可以站起来啊！我还担心腿不方便的话，好多姿势不能做到呢。看来是白操心了。哦，所以坐在轮椅上，到底是在装柔弱，还是有什么心理障碍？我真是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。林先生，您小心身体，不要动气。看来是我判断失误，不该在你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，废了他。是。联系林墨，预定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我要见他。是，林先生。这就是确定关系之后的第一天吗？讲实话，已经开始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。之前只是把他当作弟弟，现在这种关系反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往常来说，女朋友如果穿成这样在厨房，我应该扑上去，但这个身高，还是算了吧，感觉有点别扭，弄不好还会搞出什么奇怪的发展。在做什么？你这是在做实验吗？要不要切得这么规整？我是照着网上教程做的。那这个三角形又是怎么回事？图片上就是这样的。那是播放键。真的是这样的。哥哥好厉害。这是厉害不厉害的问题吗？脑壳疼，是我输了。这小子在生活方面真是出奇的笨蛋啊！这就是学霸的理解能力吗？还以为会过上那种回家之后就有香喷喷饭菜的生活，到头来还是要自己搞。还是我来吧，你看起来实在是没什么自理能力，不知道这么多年你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。严重怀疑消失的5年里，他是靠要饭活下来的。不过要饭还能要出一身肌肉来，也是没什么天理。我以后会好好学做饭的，英俊哥不要嫌弃我一定会努力比你的任何一个女朋友都做得更好，让哥哥心里只放得下我一个人。不要说的像我随时都能脱身一样，你一个我已经很难应付了好吗？所以说，到底一共有几个？一共……好小子，他是醋腌的吗？都是过去的事儿，不要提了。不要乱摸！英俊哥，我好饿，想你喂我。你自己的真心话不需要学。我说过，这次不要想糊弄过去，我肯定不会再上当了。英俊哥，我喜欢你。想不到我也有被工作救了的一天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！这就是年轻人的体力吗？感觉自己差点死在厨房。不尽兴啊，哥的工作真的好麻烦。哥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帮你上去？我拒绝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林先生想请少爷回去一趟。自从林默妈妈出事之后，他父亲就在名义上公开和林默做了切割。我妻子徐仁惠的自杀是长期承受精神疾病折磨所导致，与近日热议的谋杀案件无关。对此，我和家人都感到万分难过。至于林默与我的关系，
要等到亲子鉴定结果出来才能确定。您是否暗示徐仁慧在婚内有出轨的行为？林默将因此失去林氏继承人的资格吗？如果检验结果并非亲生，林氏将如何处理这个孩子？无可奉告。虽然最终也没有公布亲子鉴定的结果，但当时林默确实已经被赶出了林家。我决定把林默接过来照顾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。这家伙连林默后来的学费都没有出过，这么绝情的人，现在却突然跳出来找他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又和那个叫英俊的孩子住到一起了呀？看来你们之间的感情真的很好。说起来，确实要感谢他那些年对你的照顾。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替他在临川区安排一栋房子。他目前是我的恋人。那就有些麻烦了。警察应该收入很低，5000万足够他下半辈子的生活了。或者你有别的什么打算？一栋房子加上5000万，价格已经超出我的心理预期了。我会让管家安排这件事，玩够了就客气的离开他吧，毕竟是你的恩人。我明白。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总归是无法和一个普通人这样交往下去的。好在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比当年的我更懂得进退。还是不要绕弯子，冒险找我来见面，不会只是为了听您说这些吧？是因为许秋吧？那个人无关紧要，不过是个小丑。我是想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。邀请？你说什么？许秋手机里的照片在我手上，虽然他有所保留，也足够让林氏蒙羞，至少足够让我从您这儿得到我想知道的东西。这是你对自己父亲该说的话吗？你居然利用外人来算计我！与其和我生气，不如担心自己，以后小心点。毕竟徐秋这个人不太正常，一旦想要得到什么，就会无所不用其极。我看他现在蛮喜欢你的。混账！你以为你是我的儿子就可以肆意妄为吗？您刚刚才说过，我是个聪明人，我所做的不过是让不该见面的人见面而已。至于每件事发展成什么结果，都是你们自己的想法决定的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怎么可以连自己父亲被羞辱都无动于衷？你果然是个怪物，是我跟慧慧不该把你生出来，是我的错。这种事重要吗？我想知道林氏为什么为贤伟社提供药源。你本可以直接来问我，毕竟我是你的父亲。过于依赖这种不切实际的血缘关系，不如做交易让人放心。是我私自隐瞒董事会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为了让你回来。你母亲一直对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世，出事之后我才知道她是5联会会长的女儿。对林氏集团来说，家族成员涉黑是最大的负面新闻。为了保全林氏，我不得不故意放出亲子鉴定的消息来跟你做切割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激怒了你外公，我本已经做好与他在抚养权上争夺的准备。林先生，请相信我们，一定会帮你打赢官司。但想不到他的背景如此复杂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让外商切断了林氏医疗器械的供给。董事会逼我在你和林氏之间做出选择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宋议员找上了我。林先生，我有一笔买卖，相信您一定感兴趣。宋议员答应，只要我肯让药研院为他们私下提供配方，就愿意出面与你外公协调这件事。宋议员背后有3家财阀支持，国会、检察院、警局都有他的门徒。以他的权势，对我来说，其实并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。他们要的药物配方是什么？我开始也担心他们想要的会是毒品，但不是，他们要的不过是一款轻度的血清素抑制剂。血清素抑制剂？难道是抗抑郁的药？达不到抗抑郁的水平，中间添加了几种掩人耳目的维生素和神经酸，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平复情绪，甚至保持一段时间内无来由的幸福感。对于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的正职要员来说，确实是有效的。但低血清素也会使人大脑中的愤怒反应更难被抑制，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。一旦被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服用，后果可想而知。难怪他们派过来的人情绪反应，作案的时候异常暴躁，之后又变得一副懦弱的样子。他们在利用这种药物控制杀人犯。我之所以将这些事告诉你，就是希望你明白，这不是你能管的事，不要搅进来。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你在调查这件事，尽快离开 H 市吧。你难道没有想过，外公这么轻易就答应宋议员的条件？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在给你做局。我想过，但我没得选，我不能放弃林氏，也不能失去儿子。所以
该尽快离开 H 市的人是父亲。什么？即便我做出威胁你的事，您还是没有放弃我的打算吗？太过感情用事一直是您致命的弱点，像您这样软弱的人，不适合留在这个混乱的城市。如果父亲有一天可以放下那些没有意义的责任感，也许会比现在开心很多。我这辈子唯一放下责任的一次，就是拒绝了商业联姻，娶了你的母亲。但事实证明，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更多。至少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在世的时候是快乐的。她的死是因为精神疾病，并不是您的错。您没必要背负这种自责直到现在。况且，我也没怨过你。不要试图跟你外公作对，他是个手上沾满了鲜血的野兽，你斗不过他的。他、母亲和我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终究都会伤害身边的人，除非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我们走吧。结束了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一脸吃了屎的表情？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你看上去像是逃出来的。他刚才跟我说要给你一栋房子和5000万，让你离开我。什么？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1000万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这就是传说中有钱人的分手费吗？真是枯燥且诱人呐。我替你接受了。啥玩意儿？其实我也很想答应。哦，但是你小子吃干抹净就想分手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那你是想让我白拿人家钱是吧？还是欠教育啊？我都是怎么教你的？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有钱。是问心无愧啊，熊孩子。这是什么？是林墨。我是说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大概是自我反省的结果。这么着急的给我们叫来，到底是什么事儿？局长给你降职之后，安排了新的组长，说要跟大家见个面，互相熟悉一下。工作就工作，搞什么见面会？新组长到底谁啊？好久不见了，亲爱的英俊先生。我想起来我家还烧着水。老大逃跑的太明显了。这到底是啥修罗场？居啊好低，他们3个是什么关系？前任和现任。我呢，作为新组长，要对大家的工作负责，所以为了能用最短的时间了解大家的情况，麻烦大家填写一下这份表格。啊？为什么还有现居地址？这跟工作没关系吗？为了让我能随时找到你啊，这回你逃不掉了。我说你啊，为什么突然就把我拉黑了？你靠太近了，我帮英俊哥填，反正我们住在一起。哦，对，你就是英俊经常提起的弟弟啊。小弟弟长得真不可爱。老女人，好丑。你说什么？林墨，不许这样说话，很没礼貌，给人家道歉。我不要。不许撒娇。哼，是我没有教育好，我替他道歉。不过还有一件事要同步给你。他现在不仅是我弟弟，还是我的男朋友。所以如果是私人的事情找我，最好先问过我男朋友。我的？哈？男朋友？你才跟我分开几天啊？怎么就喜欢男人啊？我不是喜欢男人。那就是骗我的了。也不是骗你，这没法跟你解释。有新案子了。受害人名叫胡玉，女性，15岁，顺德高中高一3班的学生。今早5点30分，在摆放清扫工具的杂物棚里，被当天的值日生叶瑶发现。法医初步鉴定为颅面部骨折，导致吸入血液窒息而亡。啊，校园案件啊，最讨厌接手这种案件了。不是涉及校园暴力，就是家庭暴力。看到小孩子成为受害者，让人心里怪难受的。校园案件确实比较棘手，得联系青少年保护组织跟我们一同介入，先确保学生不受到惊吓。最重要的是安抚家长。我要再强调一遍，所有人执勤的时候必须保证双人在场，戴好你们的手套、口罩、鞋套，还有执法记录仪。询问前出示警员证件。面对这种案件，流程上不能有任何差错。一旦被家长抓住把柄，对警方的声誉有很大的影响。当然，如果能顺利破案的话，咱们大家脸上也都有光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案子还没办呢，满脑子都是公关。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都能听见？案件天天都有，谁也不能保证接受了就能破案，但有损警方声誉，就是砸了自己的饭碗。干我们这行，在拯救别人之前，先学会保护自己，至少别拖累我。他一直这么讨人厌吗？唉，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吧。林先生，许久不见了。一群人盯不住一个人吗？他把6个保镖都打伤了，其中1个已经送去医院急救了。这人是个疯子，他现在威胁到你的安全。我已经调派更多人手去公司保护你。来不及了，按时间算，他已经到了。林先生，有人找。有什么条件可以直接跟我讲，别为难一个小姑娘。你手底下的人太废了，这么多人，连我一个都拦不住。真的能保护你吗？我会考虑换家安保公司，下一次一定先让你进医院。没有下一次了，这次我就打算赖上你了。我这么喜欢你，你却叫人对付我，真的好让人伤心啊！你说该怎么赔偿我呢？把你的脏手拿开，不然我开枪了。哦，美人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，想杀人没那么容易的，要一枪致命，至少应该打在这里。开枪啊！我可是趁你喝醉，你不喜欢被人触摸的所有地方。哦，不止摸过。闭嘴！来，开枪打死我，打死我，你就解脱了。开枪打死我，你就解脱了。车、包包、钻石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买给你。我们现在拥有的还不够好吗？为什么我们还这么小？你为什么非要做这种事情？你给我的所有都很完美，但我要的是你24小时在我眼前。我想把你关在这间屋子里，看你向我摇尾乞怜，就满身伤痕也不敢离开我。你的眼里只能看到我一个人。这样是不对的。去精神科吧，我和默默都会陪着你。小燕，你不爱我了吗？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情的人总是我？你自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？你有多么的诱人，你身上散发着让人疯狂的味道，越是完美，就越让人想扒光你的羽毛，看你遍体鳞伤挣扎的模样。我真是脑子糊涂了，居然问了一个小孩子这种问题。不要说一个男人是小孩子，这种挑衅在床上是要吃亏的。你以为这么多年对我说这种话的只有你一个吗？你不过是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，烂俗的话我已经听够了，让我看看你跟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吧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疯了！要说我跟他们有什么不同，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人和人之间那有什么不一样？长相、身份、金钱，追求独一无二，本来就是件很可笑的事。人总是会下意识把自己刚认识的人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归类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可能是你没见过的类型。别说话了，你需要叫医生来。你要是死在我办公室，我会很麻烦。在我看来，你也一样，和我的每一个情人都一样，漂亮、迷人，让自己血脉喷张，想要据为己有。神渣！
拿我的命赌一赌，如果这一次我死了，就算我们没缘分；如果没死，我这个人渣一定会一直纠缠你。死了这份心吧，我对滥交的人不感兴趣，在我这里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越是得不到的东西，就越让我兴奋。我的世界里只有掠夺，没有规则。只要我哥哥活着，徐家不会分给我们任何东西。小秋，你要记住，你想要什么都要靠自己抢。我知道了，爷爷。不惜一切手段，我都会得到你，你跑不掉的。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悲惨童年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不喜欢救赎人渣的游戏。对，差点忘了，你只在乎你儿子，他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乖巧可爱。当年那场事故里，姑姑想杀的人本来就是他。你说什么？想让我继续说吗？总得给我点好处吧。够了吧？这是你第一次主动，味道真好。想不到吧？你儿子8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撒谎高手了，压根没有姑姑想要自杀这回事。捕猎者的药从来不会对小孩子用，所以被姑姑注射了药物要一起赴死的话都是骗人的。是林墨想杀了他的亲生母亲。难道说林墨也和他妈妈一样？我又该拿你怎么办？请问现在案件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去采访？学校方面又是准备如何处理？您好，我姓陈，陈苑，是青少年保护组织的负责人。这位是周老师，是高3年级的教导主任，学校里的情况都可以问他。周老师您好，我是陈阳，刑侦2组的组长。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吧。痕检员已经做完了现场采样，死者书包上的血迹与伤口吻合，初步判断为凶器。地面上有死者独自挣扎的痕迹，但没有打斗痕迹，应该是一击毙命。这面墙上也发现了血迹，但化验结果血液来自多个人，还不能确定身份。墙上有发现受害者的血迹或者名字吗？并没有。看来受害者并不是学生们的目标。学生们的目标？这面墙上的血迹是被霸凌的学生们留下的。这面墙被他们称为耻辱之墙，一旦名字被写在上面，就会成为所有人排斥的目标。看样子墙面被学校翻新过，名字已经不见了，只剩下最近留下的痕迹。老大在这里读过书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些事？因为这面墙上曾经也有过我的名字。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没办法，谁让我是混血呢？小孩子总是讨厌跟自己不一样的家伙。这种积年累月的恶习，学校不管吗？至少被霸凌的孩子应该立刻向老师反映情况啊！在任何环境里，总会有人被群体排挤，不要用我们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被霸凌的人。特别是当一个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长期处在压抑和被欺凌的环境中，恐惧、无力反抗、逃避的想法已经深植在他们的观念里，甚至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，举报对他们来说只会招来更疯狂的报复。涉及霸凌的话，问题就更复杂了。看来要对学生们做大范围的询问了。会不会是学生之间的私人恩怨，恶意报复？仇杀会有过度攻击的痕迹，凶手只袭击了受害者一次，然后眼睁睁看着受害人因窒息挣扎致死，接着清理现场离开，每一步都是算计好的。如果凶手的目的不是杀人，突然发现对方死亡，一定会在惊慌留下线索。如果目的是杀人，什么人会选择书包这种极具不确定性的工具？真正的死因一定不是单纯的窒息。那件事后来呢？什么后来？哥哥被他们霸凌之后。后来他们每次找我麻烦的时候，我就对他们微笑，久而久之，他们自己觉得没意思，就不再搭理我了。那时候我明明已经和哥哥住在一起了，为什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？那时候我刚刚失去家人，心灰意冷，几次都想着就这样被他们折磨死算了，反正一了百了。可是你突然出现了，
只要想到你还在家里等着我，就觉得要更勇敢一点，不能随便放弃。是你拯救了我。不是我救了你，是因为哥哥本来就是那么善良又坚强的人。秋天到了呢，艾草都开花了。人类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强，在最阴暗的日子里，谁都会卑微的渴望他人帮助。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了你，而有些人没能遇到。我其实并不能理解，从来没有人敢对我做那种事。如果当时哥哥告诉我实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不能理解，就试着去感受。要知道，无畏不是因为勇敢，而是因为你还没有害怕失去的东西。人是很复杂的，你眼中的弱点，也正是他们为之坚强的力量。我也有弱点啊。真的跟霸凌有关吗？暂时还不能确定。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工作的失职。这所学校一直是我们教育工作的重点对象，很多家长曾经向我们反馈霸凌问题，但每次派人过来协调辅导，家长们又吵着说我们影响学生们学习。被赶出去几次之后，志愿者们也都逐渐失去了信心。我应该更坚持一点的，不然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惨剧。我家孩子每天回来身上都带着伤，现在连睡觉都会被吓醒。总是跟我说老师和同学都很可怕。哎，你们老师都是怎么教育学生的？妈，别说了。什么别说了？你怕什么？嘿，我怎么生出你这废物孩子？我今天就是要来讨个说法。你怎么不让他反省反省？为什么大家都欺负他，不欺负别人呢？嘿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这还是为人师表该说的话吗？啊，你们当领导的不管一管吗？哼，反正今天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叫记者过来曝光你们这些黑心老师。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是发现尸体的那位学生的家长。这个孩子经常被同学欺负，这次又遇上了凶杀案，家长肯定很恼火。那依您看，想要个什么说法？我要他向我女儿公开道歉，还有你们校方也得道歉。这是应该的。哼，当然赔偿也不能少，课程延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，至少要这个数。10万！10万？我看你是存心敲诈。一个当妈的舔着脸来这里吃你女儿的人血馒头，你还有廉耻吗？难怪把孩子教育成这样。真丢人！哼，我说他怎么这么让人恶心，原来跟他妈妈一样。家里穷的吧？听说连爸爸都没有。哎呀，你傻站着干什么？你自己也说句话呀！你是哑巴吗？真丢人！哎呀，你傻站着干什么？自己也说句话呀！你是哑巴吗？听说连爸爸都没有。没用的东西！哼，香兰，你先回去上课，这里我来处理。大庭广众之下就暴露出对自己母亲的杀意，这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你说什么？到底是什么样的怨恨，会让一个孩子产生杀死自己母亲的念头？默默和慧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？都是我的错，整天忙于工作，家里发生的事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会不会，也许，哪怕一点可能，我如果能早一点发现真相，慧姐和默默都不会变成这样。原来你这么舍不得我呀！放心，我命够硬，死不了的。也没打中什么重要的部位，当然死不了。真没情趣，刚刚不是还为我哭了？那根本不是因为……没关系，情趣嘛，我可以慢慢教你。你还有话没讲完？你怎么知道默默和他妈妈之间的事？说来说去，还是为了你儿子。你呀，还是这么薄情。不过，看在他早晚也是我儿子的份上，可以告诉你，姑姑偷偷跟你结婚的事，其实会长早就知道了。不过，他更看重的是林默，他想要培养林默继承武联会。我不跟他打，我打不过他。你能做的只有胜利和被他殴打。哈哈，还手呀！太弱了。
25秒。打不过我就报复狗，真无耻啊！只是麻醉剂，这个加速是不正常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？正常人在打我的时候，不会像你这么愉快。我笑出声了吗？你想要5连会吧？你的弱点太明显了，想要什么都写在脸上，这样在外公眼前活不到成年的。开什么玩笑？你这种废物有资格说我？你好好活着，我要走了。我父亲还是不肯离婚，我还需要再做点事情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清理障碍。然后呢？宝贝，一次性说完你会把我甩掉的。你呢？你的腿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？到底藏了什么秘密？